陈海生，你这大鲍鱼和海参在哪儿摸的？你老实交代，是不是偷了村渔业队的养殖区？少满嘴喷粪，这是我自己从远郊礁盘里摸出来的。吹，你接着吹。远郊那地方浪大暗流多，队里的老渔夫都不敢光膀子下去，就凭你？好家伙，这么粗的海参，远郊确实险。海生这玩意儿什么时候练出这等闭气的水性了？谁知道呢？指不定是这小子瞎猫碰上死耗子，捡了漏。天哪，这是纯野生的九孔豹，这么大的个头，还有这撩身的品相，至少是2头货。这品相的野生九孔豹，我在镇上收购站待了2年才见过一回。你是在哪儿找到的？这就是隔壁村苏家的姑娘。前世听说她眼光独到，常常帮镇上的水产站对接电商销路，是个极聪明的姑娘。正有这个打算。我正好要去镇上的水产收购站送干海货，李站长跟我熟，给价最公道。你要是信得过我，我带你一块儿过去，保准不让你吃亏。婉晴姑娘，你别被他骗了，这小子指不定是用什么见不得光的手段弄来的歪货。二麻子，你自己爱偷东西，反过来咬我一口。以前村里都说陈海生木嫩老实，3拌嘴放不出个炮来。今天一瞧，倒是挺有血性，说话也有条有理的。我的乖乖，这么大的野生九孔豹，我在这海里泡了半辈子，也难见着几只。瞧瞧这刺身，肉质厚实弹牙，绝对是深水石缝里的好货啊！绝对的顶尖野生货。这鲍鱼肉质饱满，海参身龄起码在5年以上。小伙子，有本事啊！鲍鱼2斤1两，海参刚好1斤，我给你行业最高价，一共1122元，你卖不卖？1122元，在这个大米3块多1斤，普通工人1个月工资才4、5千块的年代，这笔钱够我们娘仨省吃俭用过上好一阵子了。卖，李站长是个实在人，多谢了。李叔，我都说了，陈海生兄弟是个有本事的，以后他要是还有这种极品货，您可得继续留着最高价啊。那是自然，只要是这种成色的野生货，有多少我李某人收多少。婉晴，今天真是多亏了你。客气什么？我爹以前也是下海的，知道在礁石堆里刨食有多不容易。你敢一个人下远郊，是真有胆量。也是为了生活逼出来的。对了，以后如果捞到大货，还得麻烦你多引荐引荐。行啊，只要你货够硬，我不但帮你带路，还负责帮你吆喝。我现在在短视频平台上做海鲜带货，粉丝好几万呢。这种极品野生货，直播间里抢着要。哥，你回来啦！海生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你可千万别干违法的事儿啊！妈，您放心，这是我今天在远郊摸的野生鲍鱼和海参卖的钱，李站长亲自付的，干干净净。这500块钱您收着，买点营养品补补身体。哥，自从咱家出事，我都大半年没摸过甜味儿了，那些村里人都笑话我们家是绝户。别哭，从今天起，没人敢再笑话我们。等哥攒够了钱，明年就送你去县城的补习班，咱们把功课补回来，圆了你上大学的梦。我听哥哥的。这只是开始，但单靠我一个人徒手在岸边赶海，能捞到的好货有限。想要真正翻身，我必须弄到一艘自己的船。明天得去找老周叔借他那艘闲置的舢板。海生啊，这船跟了我大半辈子，虽然旧，但皮实。
不过叔得提醒你，远郊那里风大浪急，你孤身一人过去，可千万要小心，别逞强。周叔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等我带了大货回来，分您2成利，再给您老带一筐最肥的赤甲红螃蟹当下酒菜。你小子少贫嘴，只要平平安安回来，老头子我就烧高香了。去吧。野生锦绣龙虾，这在县城可是有价无市的顶级抢手货，一只就能卖到好几千。这么好的锦绣龙虾，镇上收购站给不上价，得找婉晴问问县城的销路，才能卖出真正的价钱。哎呦喂，海生，你这是去东海龙王庙抢劫了吧？这么大的野生龙虾，你哪儿来的？我的天，还有这么多大石斑，这得值多少钱啊？大伙儿别信他，这小子根本没船没网，凭什么能捞上来这些稀罕货？这远郊可是大队渔业队的重点检护区，他这是在偷窃集体财产。没错，肯定是偷的。海生，你胆子肥了，敢偷公家的东西，发哥，咱得把他送委会治罪。大伯，说话要讲证据。我陈海生行得正，坐得端。你口口声声说远郊是渔业队管护的，那我想请问，村规民约哪一条写了远郊不让村民自个儿捕鱼？你给我当众念叨念叨。那是村里默认的规矩，你没船没证，私自去捞就是犯法。赵建国，黑石村的老支书，做事一向讲究原则，也是前世唯一顶着压力给过我们家救济的恩人。有他在，陈金发这条疯狗今天休想有到我。默认的规矩，正好，老支书赵叔也在这儿。赵叔，远郊什么时候成了渔业队私有的了？金发，少在这里混淆视听。远郊那是公共海域，水急浪深，村里向来是谁有本事谁去捞，什么时候成队里的私产了？海生凭自己的本事捞大货，没犯任何规矩，那他也不能天天捞这么多。他以前就是个闷油瓶，怎么突然就会赶海了？这里面肯定有邪门报道。邪门？大伯要是觉得捞鱼简单，你大可以自个儿游过去捞，自己没那金刚钻下不了深海，就别看不得别人吃上饱饭。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大伯，有闲心管我，不如担心担心你自己。上个月，你私自把队里的3张新尼龙网拿去外村卖钱的事儿，老支书知道吗？陈金发，海生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待会儿给我来一趟村委会办公室。呸！原来自己手脚不干净，还跑来冤枉晚辈，老脸都丢尽了。这就是恶人先告状，不要脸。海生，你这也太厉害了，改明儿下海带的兄弟呗，带我混口饭吃。是啊，海生，你这找鱼的本事绝了，教教我们，大家都是乡亲。各位叔伯兄弟，等我摸索顺了，一定带大家伙儿一起发财。陈海生，你给我等着，老子不整死你，就不姓陈。海生，你怎么来了？今天租了老周叔的小船，捞了2条野生石斑，拿来给苏叔叔尝尝鲜。上次带路的事儿，还没好好谢谢你。婉晴的父亲腿脚确实不便，家里没个壮大伶俐，
全靠婉晴一个姑娘家撑着，真是难为她了。海生来了，快进屋坐。晴子天天在我耳边夸你赶海本事通天，今日一见，真是个踏实后生。苏叔过奖了。其实我今天来是想问问婉晴，咱们县城里的大饭店收不收锦绣龙虾？镇上的收购站价格压得有点死。你捞到锦绣龙虾了，还是活的？收！县城里的迎宾大酒楼最稀罕这个，价格起码能比镇上高出2-3成。我明天正好要去县城给他们供干货，咱们一块儿去。成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到时候卖了钱，我分你1成利润当跑腿费。说这话就见外了。你要真想谢我，以后捞到好货，优先让我帮你去跑销路，我只抽点茶水钱，怎么样？一言为定。那我明天在村口老槐树下等你。哥，这螃蟹里的膏真多，太香了。咱们以后真的天天都能吃上这些吗？能。以后不仅能天天吃海鲜，哥还要让你穿上城里姑娘穿的漂亮裙子，让你高高兴兴的去县城复读考大学。海生，妈不图大富大贵，你下海千万别去太深的地方，安全第一，听见没？妈，您放心，儿子心里有数。陈金发这次丢了这么大的丑，以他的性子绝不会善罢甘休，我得更警惕些。海生，等久了吧？快上车，咱们得早点去县城，晚了龙虾就不新鲜了。我也是刚到。前世我活得浑浑噩噩，只顾着跟陈金花置气，倒没留意过村里还有这样一个心思细腻、干活爽利的姑娘。这一世绝不能再错过了。好家伙，纯野生的锦绣龙虾，这成色在咱县城都罕见。正好今晚有重要客户接待，这样650块1斤，2只刚好4斤2两，给你折个整，2730块，行不行？2730块，在镇上收购站顶多卖1700，多跑10几里地，多赚了整整1000块。婉晴这条销路真是找对了。成，张经理是个爽快人，就按您说的办。以后只要有这种级数的深海好货，不用去别处，直接从后门送来找我，有多少我收多少。加个微信，有货提前发消息。谢谢张经理照顾，下次有货一定先紧着您这儿。海生，你这一口气要把行头全换了，这得花不少钱吧？旧胶鞋漏水，不锈钢撬刀不容易折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要想多捞货，这些钱省不得。你这一趟刚赚的钱可就花进去大半了，真不心疼。钱是赚出来的，不是省出来的。只要有手有脚，海里的宝藏多的是，没必要在衣食上亏待了家里人。你这孩子，刚挣了几个钱就开始大手大脚，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妈，往后儿子天天让您和妹妹吃上大米白肉，这护肤品您收着，海边风大，晚上抹抹脸。哥，这布真好看，等我把这布做成衣裳穿去复读学校，看谁还敢笑话我是没爹疼、没新衣服穿的野丫头。我一定好好复习，明年考个大学给你争光。
买渔具和细粮只是权宜之计，小山豹终究去不了深海。我的眼睛能看透更深的海域，我需要一艘真正能破浪的动力的大船。今天在超市听人提起，全县渔业生产能手大赛下个月就要在村里搞预选了，只要能拿到村里唯一的出线名额，一路打进县里夺冠，奖励就是一艘价值数十万元的钢制大船，还能当选渔业队队长。这个机会，我志在必得。发哥，我今天打听得清清楚楚，陈海生那小子跟苏家那个丫头去了县里迎宾楼，把龙虾卖了2000多块，他还买了一堆新尼龙网和高级潜水镜，晚上路过他家，里面都飘着肉香。反了他了！一个没了爹，船都没艘的毛头小子，也敢在老子地盘上翻天！发哥，要不趁半夜没人，我摸去岸边，把他借老周头的那艘破舢板底下凿个窟窿，让他下海就喂鱼。蠢货！老周头在村里人缘好，要是查出来你在他的船上动手脚，村委会能饶了你？下个月村委会就要办生产能手大赛的预选资格赛，没有船，陈海生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。你明天去找队里的巡逻人员，就说陈海生无证捕捞，破坏渔场，让他们在海上把老周头的船给扣了。好的，发哥，我明天一早就去办。还是发哥高明，你干儿子赵磊本来就是队里的好手，这下陈海生没了船，预选名额铁定是赵磊的。没有船，我看他陈海生拿什么跟我干儿子抢出线名额？海生，不好了！天还没亮，渔业队巡逻的就闯过来，二话不说把我的船给扣走了，说咱们无证捕捞，私闯管护区，要拉去村委会严肃处置。海生啊，不是大伯说你，公家的规矩不能破，没权就老实在家待着，别整天想着投机取巧。大赛名额那得是有本事有船的正经人才能拿的。陈金发，你以为扣了一艘船就能断我的路？远郊礁盘徒步就能走进去，海活半点不少，船我迟早要拿回来。大赛的名额我也要定了。生石灰，有人故意把礁石撬松，又在上面撒了生石灰。只要我一踩空滑倒，眼睛沾上这遇水发热的生石灰，这双眼睛就废了。陈金发扣了船还不够，还要在礁盘上动手脚，为了断我的财路，你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既然你们这么喜欢自食其果，那我就陪你们玩玩。成了，小兔崽子，这回不瞎也得让你脱层皮。二麻子，大清早的不睡觉，缩在乱石堆里吹冷风呢。我的眼睛好疼，好疼，疼死我了！救命啊！人在做，天在看，自己挖的坑自己跳，自作自受。发哥，你得替我做主啊！陈海生那小子在礁石上撒石灰害我，我这眼睛差点就瞎了，没天理了！陈海生这个黑心肠的小兔崽子，同村乡亲他都下得去这种毒手。陈海生，今天必须当着大家伙的面说清楚，你凭啥用生石灰害二麻子？老支书，你可得给咱村里除害啊！赵叔，今早二麻子在礁盘唯一的入口撬松了礁石，还撒了生石灰，想害我摔下去戳瞎眼睛。不信的话，您可以派人去礁石坡后面的草丛里搜搜，那儿还扔着装石灰的化肥袋子，上面可全是二麻子的纸。
二麻子，派出所查指纹一查一个准，要不要我现在就打电话报警，让警察来带你走？老师叔，别报警！我说，这不关我的事儿啊，是发哥，是陈金富给我200块钱，让我去整陈海生的。金发，身为村干部，心思居然这么歹毒，把你扫1个月村路，扣半年奖金，写份检查，在全村大会上念。海生，你今天这招反击干得太漂亮了。陈金发那张老脸今天算是丢尽了，早就该有人这么治治他了。给，刚出锅的，快趁热吃。谢了。他不来招惹我，我也懒得搭理他。他要是再敢撞枪口，就别怪我下手不留情面。对了，海生，我听我爹说，县里下个月要办渔业生产能手大赛，村里的预选赛马上就要报名了，冠军奖一艘钢皮大船，还有几万块奖金呢。你赶海本事这么大，可一定要去报名啊！渔业大赛，该来的终于来了。前世陈金发就是靠着侵吞我爹留下的船和渔网，硬生生砸钱帮他干儿子赵磊拿了名次。这一世，我陈海生要名正言顺的在大赛上拿回属于我们家的一切。乡亲们，县里今年的渔业能手大赛正式开始报名了。咱们黑石村先搞资格赛，单日渔获产量前2名代表咱们村去镇里参加正赛。县里决赛的冠军直接奖励钢皮大动力船1艘，加现金5万块。真的假的？爹，这资格赛的名额肯定是我和队里的王叔。咱们渔业队的船和网是全村最好的，别人拿头跟我们比。别骄傲，凭本事说话。3天后的资格选拔赛，全村人都可以监督。陈海生，你也配报名？你那破舢板去远海打个浪就得散架，去参赛别丢了咱们黑石村的人。就是摸了几个螃蟹海参，就真把自己当海龙王了。大赛比的是正经的大网捕鱼，你连一条像样的船都没有，拿什么参赛？赵磊，3天后的资格赛，我只架我的舢盘，不带大网。如果我单人赶海带回的渔获总价值超过你们渔业队3条大船单日的总产量，这个参赛名额你给不给？哼，你一个人赢我们一整个队，有什么不敢赌的？你要是赢了，我当着全村的面给你赔礼道歉；你要是输了，以后就给我滚出远郊，不准再下海。一言为定，赵叔做见证。海生，你真有把握？渔业队可是有3条大机动船，还有200多米长的拖网啊！婉晴，比斤两，我一艘舢板肯定比不过他们的大网打杂鱼，但比赛比的是总价值。普通杂鱼几块钱一斤，但如果是极品的野生辽参和九孔鲍呢？对啊，海参1斤能顶上100斤杂鱼。我这就去帮你准备电子秤和干粮。比赛那天，我亲自在码头帮你记账，看他们怎么耍赖。前世赵磊拿了村赛第1，陈金芳巴结赵家，在村里不可一世。这一世，我要用绝对的实力击碎他们的骄傲，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找到了，居然是没人发现过的极品参窝。这一片起码有100多斤，光是这一网，渔业队开3条船也别想追上我。
陈海生，这片海域是我们渔业队包下的作业区，你个分家仔，赶紧给老子滚！再不走，老子直接开船撞沉你这破山伯！大伯，诏书贴的公告白纸黑字写着：资格赛期间全海域开放，渔业队什么时候有权利私占海域了？陈金伐，你今天敢动我一根汗毛，我保证你回村就得被剥了村干部的皮。不信你就试试。天哪，海生，你真找到生窝了！这成色在直播间能卖上天价，这次资格赛你赢定了。婉晴，先别声张，陈金发他们肯定会在秤上做手脚，下午称重。你帮我借一台最精准的电子秤，再请村里2位德高望重的老长辈在旁边守着，别给他们耍赖的机会。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我爹去请王爷爷和刘叔公，有他们坐镇，借陈金花10个胆子，他也不敢造假。小磊，陈海生那小子邪门的很，今天摸了好多海参，你明天可得把队里的拖网撒满了，千万不能输给他。大叔，你少自己吓自己。他一条破3板撑死装200斤，我们渔业队一天能拉回来几百斤鲜鱼，他拿什么跟我们斗？磊哥，保险起见，要不我半夜摸去码头，把他那舢板的木塞子拔了，让他明天直接弃权。胡闹！我赵磊赢要赢在明处，搞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传出去我还要不要在村里抬头了？赵磊自诩清高，咱们不管他。你明天凌晨摸过去，把陈海生扇停的橡胶浮筒扎漏气，做得隐秘点，别让人瞧见。明天就是我在这黑石村彻底拿回尊严、站稳脚跟的第1天，谁挡我，谁死。二麻子，大清早不睡觉跑来给我的船做免费体检，你可真够勤快的。海生哥，饶命啊！我再也不敢了。无耻，败类！二麻子，取消你全年的分红，罚你去扫3个月村路。说，谁指使你的？是发哥，是陈金发让我扎船的，不关我的事儿啊！你胡说八道，你血口喷人！陈金发，你给我闭嘴！回去写3000字检查，再敢搞小动作，直接取消你们家这次的大赛资格。陈海生，这事儿是我们队里管教不严，对不住。但一码归一码，今天的资格赛，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。不用你让，咱们海里见真章。磊哥，爆网了，全是金把重的大鲅鱼，好家伙！这一网少说200斤，照这速度，咱们今天稳拿出线名额。陈海生那小子真敢往远郊钻，一艘破舢板也敢闯鬼礁，别回头连人带船为了鱼，跟我抢名额，他还不够格。
31斤野生辽参，镇上收购价450块1斤，光海参就13950块，再加这些极品九孔豹，总价值稳稳超过18000块。赵磊，你靠大船拖网走量，我靠远郊精品取胜，这出线名额，你输定了。渔业队单日总重287斤，全按市价折算，总价值7175元。7175块！陈海生，你那破3头，就算装满了烂海草，也凑不够这个数吧？我的老天爷啊！这全是纯野生的极品辽参和鲍鱼啊！陈海生，野生海参41斤6两，野生鲍鱼3斤8两，按收购站最高市价设算，总价值19936元。我宣布，本次资格赛，陈海生第1名，赵磊第2名，两人共同晋级镇级正赛。陈海生，我输了，之前是我狗眼看人低，对不起，承让。不过村里的正赛，我照样会赢你。发哥，咱真要割呀！要是被老支书查出来，我非得被皮带抽死不可。闭嘴！深更半夜的，谁能瞧见？陈海生那小子没网就没办法下海，我看他拿什么跟小磊争第一。小兔崽子，明天出海，看我不让你赔个底朝天！无耻！这可是大队的公务，肯定是陈金发干的，除了他没别人。大队辛辛苦苦申请下来的新网，就这么给毁了！谁干的？给老子站出来！哎呀呀，这是哪个挨千刀的干的？好端端的渔网怎么碎成了这样？海生啊，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？大伯演的真好，不过昨晚我怕有人偷网，特意在挂网的架子下面吊了一个墨斗防盗线，只要一动网，墨斗就会弹开。这墨斗里装的是特制的桐油黑墨，沾上了3天都洗不掉。大伯，你既然是清白的，就把双手伸出来让大伙瞧瞧。陈金发，把手伸出来！陈金发，你故意毁坏集体财产，败坏村风，从今天起扣除你全年奖金，降为普通村民，逐出渔业队，回家给老子反省！老支书，求求你，看在我哥的面子上，饶了我这一回吧。看我爹的面子，陈金发，
你私吞我爹30万抚恤金的时候，想过我爹的面子吗？你怎么会有这个？前天逼我们搬家那天，我就知道你要耍赖。我趁乱借着送海货的名义去找了会计王叔，他早看不惯你的作风，私下帮我复印了这份存根。陈金花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我爹的30万，原样送回海边交石屋，少1分，我就带着这张复印件去派出所报案，让你下半辈子在牢里过。海生，你今天真是太威风了。陈金发这下在村里彻底臭了，连乐队都待不下去，再也没法作妖了。他欠我们家的，我只是一样样拿回来。可是大队的尼龙网坏了，再申请新的得10天半个月，村里的正赛还有3天就开锣了，没有网你拿什么捕鱼？网坏了，索性连船也一起换了。婉晴，明天陪我去趟镇上的船厂，我要买一条真正属于我自己的渔船。老板，这船多少钱？小伙子，这可是地道的张子松大船，配铁皮加固，抗风浪得很，要18000块，只收全款，你买得起吗？海生，这也太贵了，咱们前几天卖鲍鱼龙虾的钱，加上昨天资格赛拿的19936块，兜里一共也就21000块，这一买可就全花光了。婉晴，留着死钱不能生钱，工欲善其事，有了这艘大船，咱们才能在村赛里赚更多的18000块。哎呀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小哥真是年少有为，爽快。这备用木轮和系船绳，我做主送你了，扫码还是转账？海生，有自家的船，感觉就是不一样。以后你想去哪儿捕鱼，咱们就去哪儿。这只是第一步，等村赛拿了名次，赚了奖金，咱们就换代柴油发动机的钢皮大船。以后你负责直播带货和销路，我负责下海，赚了钱咱们5-5平分。障碍，甚至能提前预判鱼群的迁徙方向和洋流走向。我的眼睛居然升级了！海生啊，下海累了吧？来，喝口热水。你这后生真是有大出息啊！这么好的松木船，得1万好几吧？海生，以后有大买卖，可得拉扯拉扯乡亲们啊！海生，你爹要是泉下有知，看到你靠自个儿置办了这么好的大船，他该有多高兴啊！妈，这只是个开始，等下周村赛结束，儿子不仅要拿第1，还要在村里盖一栋全村最宽敞的大房子，让您和小燕享福。村里的正赛一共3天，按总积分算，我打算白天利用新船下海撒网捕鱼，傍晚退潮时利用我的水性去深水礁盘赶海摸大货，白天捕鱼，晚上摸宝，双线并进。对，捕上来的普通杂鱼，白天直接拖去镇上水产站交给李站长，拿到保底分。而极品的龙虾和鲍鱼，我晚上开车送去县城迎宾楼，换取高额的总价值积分，2头不耽误。路上我还能开直播，让粉丝们看看新鲜海货，提前预热。
好啊！你们两个孩子，一个主内，一个主外，依我看，真像是天生的一对儿。二麻子，看来白天给你的教训还不够，你居然还敢来凿我的船！二麻子，大半夜的，带钢凿子来给我这新船松木眼，真是辛苦你了。海生哥，我就是吃撑了，夜里搁岸边溜达，失足掉水里了。带着铁锤和钢凿子，大半夜掉进我船底下的海里溜达。二麻子，又是你！前天刚罚了你，今天大半夜，你居然敢去凿海生的新船！你眼里还有村委会，还有王法吗？老支书，饶命啊！真的不是我想去啊，是发哥，是陈金房逼我的。陈金房说，只要把陈海生的新木船凿个窟窿沉到海里，陈海生明天就彻底参加不了村里的正赛了。二麻子，你血口喷人！你偷大队渔网被抓了，心怀怨恨，少在这往老子身上泼脏水！我啥时候让你干过这事儿？大伯急什么？码头沙地昨晚刚被雨淋湿，现在上面还留着一排运动鞋的脚印。全村上下，除了你陈金花，现在还有谁穿这个牌子的运动鞋？要不，咱们现在拿尺子去对对尺码。陈金发，你简直无药可救，罚你扫2个月村路，立刻停职反省。再敢对参赛选手搞任何小动作，我亲自带人把你绑去派出所。海生，村里的正赛比的是3天总产。赵磊他们带着渔业队的3艘大木船，肯定一早就会去东侧的传统渔场占坑。那地方平坦，鱼群稳当，大家都爱去。他们爱挤就让他们挤去，我不跟他们抢。西侧海沟暗礁多，大船进去容易搁浅，但正是因为没人去，里面的大货才保存得最完好。对啊，别人不敢去，你有本事可以避开所有暗礁。白天你在海沟深处撒网，傍晚退潮，你就下暗礁洞去摸9孔鲍和锦绣龙虾。咱们主打高价值，不拼斤两。海生，你安心在海里捞货，岸上轻重、记账、防范陈金发搞拐的事儿全部交给我。我用平板电脑实时记录数据，谁也改不了。有你在，我100个放心。废物，饭桶！200块都拿了，连一艘新木船都凿不穿，你还不如一头猪有用。阿哥，这真不能怪我。那陈海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大半夜不睡觉，好像能在大水底下看见我似的，那一脚直接把我手骨都快踩裂了。慌什么？村赛整整比3天，既然他想去西侧海沟，你明天一早带几个外村的小混混，把咱们大队废弃的那张200米地笼网偷偷横在海沟水道的入口。只要他的船一开进去，岸网就会死死缠住他的螺旋桨，到时候水流一冲，他的新木船就得撞死在暗礁上。我要让他连人带船一并去喂鱼。陈海生，虽然二麻子昨晚给你使了绊子，但一码归一码，在海里，我的大网可不会跟你客气。赵队长，各凭本事，这第1的名头最后落谁家，还指不定呢。
黑石村第1届渔业大赛开锣，出发！我的眼睛预判果然没错，潮汐王流把深海的野生黄花鱼全部逼进了这个海沟回湾。这一网下去，抵得上渔业队拉10网大杂鱼。磊哥，这一趟咱们起码拉上来200斤好鱼，这次村赛的第1名，除了咱们磊哥，谁也拿不走。陈海生那边有什么动静吗？嗨，陈海生那傻子划着一条破船，非要去西侧海沟，那地方全是暗礁，连个大鱼尾巴都没有。我估计他这会儿正在那儿啃着西北风发愁呢。陈海生的性子我比谁都清楚，绝不是一个会去白白送死的人。渔业队首日总产量213斤，全按市场价折算，合计总价价值6143元。6143块，陈海生，你那破船就算把海沟里的臭烂泥全装回来，也摸不着这数的一个零头吧？哈哈哈哈。我的亲娘嘞！这全是深海里的极品黄花鱼和辽参啊！海生，你这是把龙王爷的内裤给端了吗？陈海生首日产量：黄花鱼185斤，野生鲍鱼5斤，花盖蟹18斤，折算后总价值9230元整。好小子，第一天陈海生以9230元暂时名列第1。磊子，陈海生那小子邪门得很，你可得小心点儿。实在不行，你就他回程的必经水道上撒几根带刺的废旧挂钩，直接扎烂他的木船底。陈金发，我赵磊是要拿县冠军的人，赢也要赢在明处。收起你那些下三滥的歪门邪道，别脏了我们渔业队的手。不识好歹的东西，等输了有你哭的！哼！果然，暗礁里藏的全是真品。雷哥，这地方不行啊，鱼太少了，要不咱们回去跟陈海生抢海沟？不行，说好了各凭本事，抢地盘算什么？渔业队次日总产量170斤，折算总价值5100元。陈海生鲜鱼160斤，鲍鱼3斤，龙虾2只，野生石斑8条，折算总价值8800元。这小子找货的眼神比鹰还准。远郊那片我摸了30年，都没他一天捞的真品多。我看以后咱们村渔业队队长怕是要换人做了。第3天我一定反超回来。今天赶海捡的，你拿着玩。野生珍珠贝，这么大，给你就拿着。今天我一定会赢你！拭目以待，注意安全，别硬闯险区。
磊哥，这里鱼太多了，咱们今天肯定能反超。抓紧时间，多撒几网。磊哥，不好，船底刮到暗礁了，渔网也勾住礁石了。怎么办啊，磊哥？再这样船要沉了。还是闯进去了。回去救人，渔获泡了水，冠军可能泡汤。可不管的话，赵磊那条船怕是撑不住。比赛输了可以再来，人出事就晚了。先把人接过来，渔网回头再捞。别废话，快过来，船要沉了。放心，船拖回去还能修，我帮你把渔网也捞出来。村赛3日总产核算完毕，第1名陈海生，总价值27650元。这是头名奖励，好好备赛，给咱们黑石村争脸。谢谢赵叔。村赛我输了，但我不服。捕鱼靠船靠网，算不得真本事。赵队长想比什么？就比赶海，1周时间，纯靠手摸脚踩翘礁石，谁卖的点多谁赢。输的人当众说一句：“你本事比我强，敢不敢？”行啊，就从明天算起，统一卖给县城来的收海货老板，公平。我哥是冠军，太厉害了！慢点吃，出海跑1天累坏了吧？妈，下周我跟赵磊比赶海赌约，赢了就攒钱买机动船。赶海别往太深的礁盘去，安全第一。1周赶海赌约，正好试试海神之眼在浅滩的准位，也顺便磨磨赵磊的性子，以后镇赛好搭档。我去北滩，那边蛏子花河多，你随便选。我去南边礁盘。我看磊子稳赢，北滩走量，1天挖个10来斤不成问题。不好说，海生那手找货的本事邪乎，礁盘里的鲍鱼可比蛏子值钱多了。个头不小，这片礁盘藏货比我预想的还多。礁盘的货果然比滩土值钱，照这速度，今天稳赢。照这速度，1天下来少说10斤，卖个300-400不成问题。礁盘上能有多少货？撑死摸几只鲍鱼，顶不了大鱼。货还行，
花蛤20块1斤，蛏子30块，一共7斤3两，给你210块。新鲜的野生九孔鲍，个头不小，按350块1斤算，一共2斤8两，980块。昨天算你运气好，摸了几只鲍鱼，今天未必有这运气。运气也是本事的一种。这边泥沙更肥，村子也更多，就是路远泥深，少有人来。今天比昨天多，就算它鲍鱼贵，也架不住我量多。我就不信量堆不过他那点稀罕货。居然有海参，这可比鲍鱼还值钱。这下一定赢了。留2只最大的回家，给妈和小燕补身子，剩下的全卖了。野生辽参还是鲜货，小伙子，这个贵，800块1斤，1斤7两，1360块，比他的贵多了，又贵又好。赵队长，明天加油。磊哥，他天天往远郊跑，指不定偷偷用了什么歪招呢。闭嘴！你是这种人，陈海生才不是那种人。这边礁石滑，小心点儿。输赢归输赢，别把命搭进去。谢了，你怎么跑这边来了？北滩挖腻了，过来看看。小伙子进步挺快啊，跟人学的。今天收成不错，这片礁盘比前几天那片货还密。照这速度，下午就能摸满1整筐。照这进度，赌约赢定了，正好腾出手跟赵冷敲定正赛搭档的事。好家伙，藏得还挺深，这一只就能顶半斤普通货。鲍鱼3斤多，海参1斤半，还有一堆香螺、花盖蟹，少说能卖1500-1600。赵磊天天挖贝类，怕是拍马也追不上。难道我爹记的海图错了？这地方是潮水澳，涨潮带鱼进来，退潮就困在深坑里。陈海生能在远郊摸出好货，我就不信这老辈传的宝地是空的。再往里走半里地，没货再掉头。黄鱼，真有困在这儿的大黄鱼。这么多大黄鱼，陈海生，这次未必是你赢。
别去暗礁，昨天刚过风，礁石滑，涨潮也快。不去怎么赢你？放心，我水性好，踩了这么多年礁盘，摔不着。这家伙真不让人省心，说了礁石滑还硬闯。不对，那白粉不对劲，不像是天然的，但愿是我多想了。陈海生，救命！谢了，刚才是我不听劝。你自己看，这不是礁石滑，是有人撒了滑石粉。先止血，他冲的是我，你是误踩了坑。是陈金发，他前几天就找过我，让我给你使绊子，我没答应，合着是自己动手了。今天算我输了，要不是你，赌约明天算账，今天不算。回去好好歇着，脚别沾水。另外，陈金花这事儿没算完。账全是当天收获的实价，一笔笔记在手机里，1分假没有，大伙儿放心。先念赵磊的。前6天合计4785元，第7天预险提前回，合计710元，总共5495元。再念陈海生的，前5天合计6230元，第6天1780元，第7天1250元，总共9260元。我的天，赶海7天赚9000多，顶工人2月工资了。海生真的有龙王的眼睛吧？海生这本事真神了，换谁也摸不着这么多珍品啊！陈海生，你本事比我强，我赵磊心服口服。之前是我目中无人，处处针对你，对不住了。说什么对不住？你找潮水冒大黄鱼的眼光，我也比不了。真论稳扎稳打摸路子，我不如你。好样的！好。赌约输了算什么？正赛开赛之前，我让他连船都开不出去。以前是我太傲，总觉得渔业队副队长驾船撒网一把好手就高人一等。这几天比下来才服气。找海货看潮水，我不如你。你懂船性，熟赛事光程，我探鱼群找珍品。镇赛不比单人本事，比配合。咱俩搭一副架子，黑石村才撑得住。这话我正想说，驾船撒网对接赛事我包了，找渔场探珍品听你的。往后咱俩一条船，绝不含糊。之前处处针对你，你别往心里去，过去了。眼下打好镇赛最要紧，等拿了名次，咱合伙跑远海，赶海的营生能翻1倍。2月不到就攒这么多，真够买机动船了。要不先留着，你天天下海太耗力气。妈，镇萨各村全用机动船，咱小木船天生吃亏。有了机动船，不光打比赛，往后跑远郊赶海，一趟能顶过去3趟的量，赚回来的只会更快。那也别太拼，你爹走得早，你要是出事，我跟小燕可怎么办？您放心，这船是咱家的本钱，我拿命吸着它。哥，买了新船，镇赛真能拿第1吗？能，拿了第1，给你换新书包，送你去县里上中学。书包不用新的，我这个补还能用。哥，你攒钱买船要紧，复读费我能自己省出来。傻丫头，哥心里有数，船要买，学也要上。
等哥赶海再捡个珍珠贝，串个手串给你。发哥，不好了！赵磊输得心服口服，俩人说要搭伙打镇赛。等陈海生买了机动船，咱更难摁住他了。买船，他想得美，也得看他有没有命开回来。分两步，头一步，让八脸趁提船时在船底龙骨上弄松接缝，不用凿穿，等他开到远海，海水自己渗进去，半道就能抛锚。第二步，镇赛报名处递封匿名邮件，就说他赶海的远郊是禁渔保育区，偷捕珍品，倒卖集体财产，就算船没事儿，也得先停赛核查。发哥，这要是查出来，八脸拿钱就走，匿名邮件没名没姓，谁能查到咱头上？事成了，我加2000，我要让他船也翻，名也烂，彻底断了赶海这条路。那艘8指的柴油机是新的，船型利索，吃水浅，近海远海都能跑，装货量顶小木船3倍，赶海一趟不用来回倒腾。船是好船，就是不知道发动机怎么样，跑远海全靠它。这船贵，3万8一口价，少一份不卖，钱不够就看旁边小山头去。船型和螺旋桨都不错，但柴油机是旧款，油箱容量小，跑远海得中途加油，舵机连杆也没做防锈，泡半个月海水就得卡死。老板，这价能谈吗？这不是黑石村的陈海生吗？村赛冠军，赶海一绝。我上回在张老板那儿收过他的野生豹，品相那叫一个顶好。原来是陈师傅，失敬失敬。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一口价3万6，送备用螺旋桨、半桶柴油，半年内发动机故障、船身漏水全免费修。以后你带村里朋友来，全给成本价。价可以，但油箱给我换个大的，舵机连杆做防锈处理。明天提船，我亲自试发动机。没想到你名气这么好使，省了2000块，还白落半年保修。虚名不值钱，船耐用才值钱。等提了船，先跑2趟远海试试发动机。往后你对接直播销路，我赶海出货，咱俩的营生才算真正铺开。陈师傅，按你要求换了大油箱，舵机连杆做了全套防锈，发动机刚调试完，你听听这声。老板，这输油管接口有裂口，螺旋桨螺丝也松了。这不可能！昨天收工前我亲自验过。怕是有人不想让我顺顺当当出海，油管割了，螺丝松了，开到远海，发动机一停，船就成漂的。老板做生意，把好棺材不砸招牌。陈师傅，对不住，是我看管不严，差点出了大事。这样，再减2000块，全船免费加固，输油管换新的，加送1桶柴油，算我赔罪。行，麻烦老板了。往后我还要靠这条船赶海吃饭，咱们来日方长。隔着一层铁壳子你都能看出问题，也太神了！跑船久了，发动机哪里不对劲儿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再说了，陈金花那点心思，一猜就中。他怕咱有了机动船，赶海的营生越做越大，他再也压不住。好家伙，机动船，海生这是真出息了。以前还说人家穷，现在自己买机动船，比渔业队的都快。往后赶海，谁跑得过他？哥，咱们家有机动船啦！你爹要是看见，不知道多高兴。没看见，这不在，那个更难了。机动船到手了，镇赛的底气就稳了。陈金华，你越怕我站稳脚跟，我越要把这条致富路跑宽。大伙儿注意，镇渔业大赛下月15开赛，咱们村陈海生、赵磊代表出战。这俩小子搭伙，一个能找货，一个懂赛事，咱黑石村这回有戏。海生赶海那眼睛跟龙王借的似的，赵磊又守规矩，绝配。我打听了，镇赛比5天近海捕捞还有应急加分项，
往年都是救人抢险，咱不光得拼产量，还得留一手应对突发。这几天天天出海练，熟悉船速，也摸清鱼群回游路线，能多捞1斤珍品，就多1分胜番。朕在5天，你跟着去镇上管账，对接张万才收海货，你熟，别让海生为岸上的事分心，顺便开直播，给咱村的海货打名气。爹，你放心，防水袋、充电宝、备用零钱我都备齐了，岸上的事儿全包在我身上。海生在船上拼，我在岸上接。货一靠岸就得有人收，有人记账，有人直播。这个后勤我得当好。镇赛只是第一步，等拿下名次，这条船就能跑更远的渔场，赶海的营生才算真正铺开。陈海生，比比谁先到前面灯塔，输了请吃烧烤。来呀，正好试试新船的全速。分2步，头天夜里堵他油管，让他误了开赛，再去镇赛组委会递封匿名邮件，说他渔船手续不全，偷捕禁渔区海货，明的暗的一起上。我看他还怎么比。陈金发，你放心，我在船厂干过3年，堵油管闭着眼都能办。那封邮件我明早第一个发出去。陈金华又憋什么坏？那混混左脸一道杀，一看就不是正经人。不行，得跟海生说一声。眼睛在发烫，跟上次台风前的感觉一样。陈金花吃了那么多次亏，赛前这几天绝不会消停，船得看紧，赛前准备也得做2手打算。海生，我正找你。傍黑天我看见陈金芳跟一个刀疤脸混混在码头角落嘀嘀咕咕，塞了一沓钱，肯定没好事儿。刀疤脸，大爷，那人长什么样？左脸一道疤，拎个帆布工具袋，鬼鬼祟祟的，你可得看好你的船。是。谁？就是他，傍黑天跟陈金华在码头嘀嘀咕咕的。我说，是陈金华，他给我钱让我堵油管，说让你赶不上开赛，还说让我去镇赛组委会发匿名邮件，告你偷捕禁渔区海货，手续不全。又是陈金华，一而再，再而三。明天一早就送派出所处理，人证物证俱在，我看他还怎么抵赖。紧急通知，受远海强台风影响，镇渔业大赛提前3天，改为明天上午报到，下午直接开赛。赛制调整，原定5天近海捕捞压缩为3天，增加台风避险应急救援加分项，各参赛队即刻准备，不得延误。怎么回事？我爹说镇赛提前了。远海强台风提前登陆，镇赛压缩到3天，加应急救援加分。明天一早报到，下午直接开赛。你们俩，黑石村就靠你们了。风暴天比的是真本事，也是真胆量。记住，名次重要，命更重要。这是海神之眼又升级了，能看到风暴的前进路线了。这场台风比所有人预想的都要猛。怕不怕？怕，但越怕越要上。风暴天能救人，能避险，就能拿分。咱平时练的不就是为了这种时候吗？小羊口双眼擎，白沙装了探鱼仪，大鱼加了撞角，高手不少。风暴天能见度低，探鱼仪不如一双好眼睛。小羊口拿过2届冠军，风暴天什么都不可能发生。你们在海上千万小心，我在岸上开直播，随时跟你们保持联系。受台风影响，镇赛压缩为3天，渔获总价值占7成，台风应急救援加分占3成。
救人数、拖船数、协助避险次数由裁判组现场核定。救援占3分，往年最多1成。风暴越大，变数越多，不光要捞鱼，还得盯着周围船。镇渔业大赛开发！上来！拿人钱财替人办事，陈海生，这次你输定了。那边海鸟扎堆，水面有碎鱼花，底下肯定有鱼群，撒一网试试。开门红，这鱼群不小，照这速度，今天能捞满仓。船长，3条野生大黄鱼，1条顶他们半仓胖鱼。他们还在外围捞杂鱼，往里走，暗礁区藏的都是值钱货。小洋口捞上大黄鱼了，咱们也往深海开吧，再蹲外围只能捡人家剩下的。别急。不去暗礁区，往南走，那边有好东西。全是黄花鱼，这么密的鱼群，我打了这么多年头头一回见。你往南走，我还心里打鼓，结果你一找一个准儿，这眼力绝了！直觉。锦绣龙虾，黄花鱼群里怎么还夹着这个？又是黄花鱼，又是极品龙虾。你这运气，还有这找鱼的眼力，我赵磊是真服了。回去分你一只钳子。东星斑，这东西现成饭店能卖天价。收好，冰镇起来。这条鱼1条顶他们1船。今天都拼了命捞，小洋口和白沙的仓都快满了。继续下网，趁鱼群还没散，多捞一网是一网。陈金花，她不是该在村里反省吗？怎么跑这码头来了？3条船，小洋口的大刘、白沙的老丁，还有大鱼的孙瘸子，全是认钱不认人的主。风暴天一乱，谁分得清是撞的还是刮的？跟那3条船的伙计都交代清楚了，推下水也行，往礁上引也行，做得干净点。就算他命大回来，柴油箱里我让人掺了半袋细沙，开到一半，发动机准趴泊。发哥，这可是镇赛，船沉了要出人命的。我就是要让他沉，这小子命太硬，枪不死他我就得死。你怕了？东星斑这种极品都能捞上来，这一届镇赛高手确实不少。咱们的黄花鱼虽然多，可1条东星斑顶普通鱼半船，光靠数量未必压得住。数量比不过重量，那就拼更好的货。西边暗礁区有好东西，敢不敢去？有什么不敢的？你说去就去。这浪不对劲，刚才还是东南风，怎么突然改北风了？风暴改度往北偏了，离咱们还远，至少还能撑2个时辰。那就好，不过风浪已经开始变了，得抓紧。
野生金鳞末尾大黄鱼5斤以上，县城饭店收价是东星斑的2倍，比大渔村那条还大。我爹在海上跑了30年都没见过活的。今天见着了，下网小心别惊了它。这条鱼，一条顶大渔村，那条东星豹2条。冰仓铺碎冰，好好养着，回去就是镇赛头名。这3条船什么时候靠过来的？他们不是在避风，是在包抄。3条船包抄，摆明不是来打招呼的，跟他们拼了！拼不过，他们船大，硬碰硬咱们吃亏。往礁群里钻，大船吃水深，他们不敢跟进来。他们堵在外面了，这是要困死咱们。困着比撞沉强。风暴改道，他们耗不起，咱们等得起。这小子属泥鳅的，钻进去就不出来了，怎么办？礁群水道太窄，咱们船大，进去准搁浅。不急，风暴越来越大，他一条小机动船扛不住这浪，等他自己翻，咱们捡现成的。他们不走，咱们就困死在这儿。渔获再多，赶不回去称重也是白搭。让他们绕，风暴北偏，这片礁群正好挡北风，咱们待的地方反而是最稳的。等他们撑不住了，自然就散了。风浪越来越猛，冰仓里那条鱼不惊慌，再这么颠下去，金鳞末尾掉了价就大打折扣了。把备用防水布全铺上去，舱盖4角再压一道沙袋。浪头快窜到2米了，再不回码头，咱们自己都得交代在这儿。那小子怎么还不翻？小机动船在这种浪里早该翻了。撑不住了，再不走船要进水了。撤，回码头。这小子命太硬。终于走了，这群王八蛋还真能熬。他们走了，咱们也得赶紧走。风暴北偏是暂时的，万一下一刻又拐回来，这礁群也挡不住。那边有船出礁了，是刚才堵咱们的其中一条。靠过去救人！是你！别废话，接绳！船，我们的船！回去找陈金花报销。回头裁判组调查，你可得把谁指使的说清楚。冰舱稳住了，鱼没事儿。不过咱们舱里多了4个人，船速慢了，回码头至少得大半个钟头。来得及，风暴还在往北偏，咱们背向它走，越走越远。又是他们，救不救？救，人不救，回去说不清。都老实待着，谁要是再动歪心思，我直接扔下去。第3条船出礁了，那船救不回来了，人还能救。你驾船，我下水。这是什么？不像是金鳞末尾，也不像是石斑，光晕比之前见过的任何鱼都浓。
3条船全没了。你刚才在水下愣什么神儿？我还以为你被浪卷走了。浪太大，多潜了几米，先回码头。风暴快压过来了。陈海生，我们收了钱要害你，你还救我们？一码归一码，回去把谁指使的说清楚，一个字儿别漏。你没事吧？船呢？怎么去了这么久？别提了，被3条船围堵，差点回不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陈金发，又是他！我亲眼看见他在码头跟刀疤脸密谋。紧急通知，台风路径持续异常，今日赛程提前结束，明日是否继续比赛视天气情况而定，所有参赛船只不得擅自出海。第一天台风就来了，往后2天可怎么办？这正赛还能比吗？陈金发，你别跑！3条船10几条人命，柴油掺沙，郊区围堵，全是你的手表。回去的路上我还救了你的3船人，他们当众全招了。放屁！这群人前阵子偷我渔网上的铜浮标，跟我结了仇，故意合起伙栽赃陷害。口说无凭，谁看到他给钱了？有转账记录，有收据，还是有人亲眼撞见他跟八脸接头？明明是他在飞船队塞的定金，八脸牵的线。哼，八脸，那混混早跑没影了，随便编个名字就想扣我帽子？老赵，不是我不办，人证是有，可全是涉案的船员，口供不能全作数，物证半件没有。油管的沙，郊区的围堵，没一样能直接牵到陈金包头上。这小子一肚子坏水，全村人都知道。规矩就是规矩，口头警告一次，这事儿暂时不了了之。镇赛要紧，别因私事耽误全县赛程。行，按规矩来。没凭没据就想赖我，小兔崽子，跟我斗你还嫩点儿。不对劲，他怎么这么有底气？像是吃准了赛事组不会深究。他背后有人，咱们先顾比赛，这笔账慢慢算。李哥，今天多亏你帮衬，这点心意别嫌少。小事儿，就那几个人证，本来就定不了罪，我压下去，没人敢多嘴。县赛那边我也有熟人，你想让他栽多大跟头，提前招呼一声。不用他栽跟头，我要他永远回不了岸了。镇赛首日渔获称重，按参赛顺序依次过秤。这么大的野生大黄鱼，好几年没见着了。大黄鱼6斤2两，合计7230元。哇！东星斑，这东西县城大饭店都抢着要。东星斑3斤1两，合计7800元，加其他渔获，总价值11200元。听见没？人家一条鱼顶你半船货。某些人吹得厉害，真上秤怕是连零头都够不上。你少在这放屁！急什么？轮咱们了。黑石村代表队陈海生、赵雷。竟然是
金鳞末尾大黄鱼5斤整，单鱼估价8000元，加其他鱼货，总价值15870元。我的天啊！这辈子我都没有看过金鳞末尾大黄鱼，老天有眼啊！零头，够吗？小羊口3条大黄鱼，个头整齐，白沙东兴帮3斤整，都不是碰运气捞的。大渔村账面只有杂鱼，但我看见他们船员往货车下面塞了2个泡沫箱，鼓鼓囊囊，没上秤。藏的什么？没看清，2个人搭手抬，分量不轻。藏货，第一天藏着，最后一天全端出来，打咱们措手不及。今天在海沟下面，我看到一条鱼，光晕比金鳞末尾还浓，体型至少大2圈，比金鳞末尾还大。没看清全貌，但那团光不是普通光。小羊口他们藏的可能也是这种级别。第一天都在试探，真正的好货压在后面。咱们今天金鳞末尾亮了底牌，那咱们也藏，明天不碰海沟，在外围捞杂鱼做样子，最后一天直奔海沟，一把捞大的。那片海坑在暗礁最深的地方，浪花流急。今天你能下去是风暴没压过来，明天后天再下，拿命赌。怕不怕？怕，但他们也怕。不敢去的地方，咱们去了，就是赢。船长，这2条赤鲈，一条就能压陈海生那金鳞末尾，真不交？急什么？第一天交了，后面拿什么比？让裁判组盯着他，咱们最后一天亮货，明天捞杂鱼做样子。接赛事组通知，今日风雨不改，近海捕捞照常，另设附加番项，风暴天单鱼价值榜，各队单条最高价值鱼货额外加计总分10%，风浪越大，鱼越贵。赛事组统计了本海域可能出现的极品鱼种，供各队参考：金鳞末尾大鱼5斤以上，赤鲈4斤以上，东星斑3斤以上，锦绣龙虾3斤以上，野生辽参单只半斤以上。以上品种均在附加分认定范围，谁捞上来1条顶10条。附加分10%，赤鲈也在榜上。小羊口昨天藏的8成就是赤鲈。干粮、点就都在里面，浪比昨天还大。你们真下海沟？风暴天，潜水鱼全往深水躲。榜单上那几样，海沟里都有。底牌昨天亮了，不拼附加分，明天追不回来。浪比昨天猛1倍，还能下吗？能下。金鳞末尾赤鲈全窝在沟底，比昨天还多。还有1条榜单上没写，光比赤鲈还大。什么东西？捞上来才知道。船长，这片礁盘浪太大，昨天大玉的船就更在这儿。大鱼搁浅是技术差，赛事组榜单贴出来了，赤鲈4斤起平，咱们舱底那2条刚好压线。今天不捞更大的，明天陈海生再出1条金鳞末尾，咱们就等着输。我控船，你下潜，底下留级，绳子绑紧，拉3下就是紧急信号。
斗石斑，这体型少说40斤，榜单上没写，但一条顶榜单上所有。捞到什么了？金鳞末尾，还有2条赤鲈，这一把就够压小羊头了。底下还有一条龙多石斑，不下40斤，窝在礁石最深处。龙朵，40斤，这玩意儿现成饭店能卖出天价。我一个人捞不上来，得2个人下网围。船长，5斤的赤鲈比朗丹起平线高1斤，附加分稳了。陈海生那边什么动静？他们的船停在海沟上面，刚捞了一网上来，太远看不清是什么。不管他捞什么，咱们2条5斤赤鳞附加分拿定了，回码头称重。赤鲈2条，单条最高5斤2两，价值6240元，附加分另计。还有，东星斑6斤3两，单鱼价值12600元。6斤东星斑加2条赤鲈，附加分1加，今天总价值超咱们昨天了。海沟底下那条龙舵，40斤，一条顶它全部。还下，浪比上午又大了，等潮水管向，浪小半个时辰，就那半个时辰够下网。李组长，我先走了。又是陈金花，李组长跟他一伙的。邮件里写的什么？没看清。李组长藏着掖着，不像要当场发难。龙墩捞上来，成绩摆在那儿，举报邮件就是废纸；捞不上来，邮件就是刀子。明天最后一天，先捞鱼。今天潮水窗口就1个时辰，过了隆隆就挪窝。走。黑石村渔船暂停出海，赛事组接到10名举报邮件，陈海生涉嫌违规捕捞禁渔区珍品，渔船手续不全，停赛核查，调查期间不得离港。昨天公示成绩你不查，最后一天拦我们。规矩就是规矩，请配合调查。查多久？核查完毕前，船不得离港。举报邮件谁发的？陈金发，10名举报，人就在办公室等着对质。海生，别怪大伯不顾亲戚，手续不全，偷捕禁渔区，我也是为了规矩。你少放屁！船是正规船厂买的。那就查，柴油机编号对得上吗？禁渔区坐标重叠不重合？陈海生，购船发票、柴油机编号、船身尺码报一遍。发票、编号、尺码、备案章一样不少，请过目。手续齐全，编号对得上，这条合规。那禁渔区呢？他在远郊捞鲍鱼海参，那片就是保护区。海图显示，保护区边界离远郊5海里。大伯自己看。说我偷捕，人证物证在哪儿？我亲眼看见的。那就是没证据。10名举报诬告，按赛事纪律怎么处理？陈金发，举报材料没一条属实，
耽误参赛船出港，责任你担。不是，李组长，你再查查。够了，黑石村渔船即刻恢复比赛资格。潮水窗口还剩不到1个时辰，来得及吗？够。你盯着陈金发，这个老王八蛋，等比赛完了再算账。潮水窗口就剩半个时辰，捞不到也得收。够了，龙舵窝在礁石最深处的凹槽，我下网，你控船。龙舵10帆，少说40斤，1条压全场。冰仓铺碎冰，别掉鳞。小杨口村最后1天称重。龙洞实战36斤，单鱼价值21600元。小杨口村今日总价值39740元。浪又大了，船速上不去。降速，斜切浪头走。还没回来？1个多钟头了。回来了！黑石村最后1天称重。龙舵10帆，43斤，单鱼价值25800元。黑石村今日总价值48260元，附加分另计。43斤龙团比小杨口那要大7斤。金鳞末尾，赤轮东星包，再加1兜辽参，这到底是什么神仙运气？这哪是运气，这是本事。风暴天敢下海沟，满海找不出第2个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黑石村3日总成绩：渔获加附加分合计80157元，冠军奖金3万，附加奖励5000，共35000元。记账。入账35000元。下月初5县赛县城渔港代表全镇出战，赛制5天远海捕捞。5天远海，收到。你的那份龙舵是你捞的，没你控船我下不去，拿着。我去张万才那边结赶海货的账。大米50斤，面粉20斤，猪肉5斤，菜籽油2壶，护肤品2套。
女士运动鞋1双，新书包1个。给你妈和你妹的。小燕书包补3年了。干海货账结了，1540块，给你记上了。这几个月你帮我记账、跑销路、对接张万才，这双运动鞋算我谢你的。我那是顺路搭把手，不用。码头上踩的全是泥水，你那布鞋早该换了。拿着。走不走？涨潮了。3天8万多，机动船的钱已经挣回来，够盖新房了。从被赶出门的那天起，我就知道，这海里的宝藏，该拿回来的公道，一样都跑不了。陈金发蹦跶不了多久了，往后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。